金圈太子爷一次意外后，女孩竟怀上了双胞胎。她将大娃快递给了前夫，自己趁对方忙于工作时带着二娃跑路了。而男人却从不知自己还有一个崽。5年后，由于工作变动，黎月从国外调到了新城。儿子，你和阿姨待在家里玩，妈妈出去签份合同就回来哦。小黎晨遥控着赛车在家里穿梭，嘴甜的让妈妈放心。可刚工作完准备回家，黎月就见自家儿子被一个陌生男人抱着往车上走，吓得她立马冲上前，使用组合拳将儿子救了出来。看着儿子惊魂未定的眼里蓄满泪水，女孩心一软，抱着他快步往家走。怎料当晚给儿子洗澡时，手机突然响起，听筒里竟传来儿子奶声奶气的声音：“妈妈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别生气好不好？我偷跑出去找你，结果半路被个冷着脸的叔叔带回家了。原来他家孩子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，他都没发现认错宝宝了，现在怎么办呀？”闻言，黎月握手机的手猛然一僵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儿子根本不在家，那浴盆里坐着的是谁家孩子？我跟他说我不是他儿子，他不信，还说我偷跑出去，罚我晚上不许吃饭。晨晨委屈的声音还在继续，女人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浴盆里的小家伙突然抬头：“你别害怕，他不是坏人，就是看着严厉，其实心很好，晚上会让佣人给你送吃的。”黎月震惊的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说完，一个念头闪过脑海，她不确定的问：“我儿子说的那个叔叔，该不会是你爸爸吧？”小家伙点点头，小声应道：“爸爸叫我轩轩。”女人眼前一黑，这是什么离奇缘分？她带回来的不是自己儿子，亲儿子反倒被别人领回了家。黎月稳了稳心神，对着电话那头的晨晨道：“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妈妈去把你们换回来。”“不要，不可以！”两个孩子异口同声阻止。闻言，黎月疑惑地看看手机，又看看浴盆里的轩轩，小团子眼神闪躲，左顾右盼，最后才小声哀求：“就待一天好不好？我想体验下有妈妈是什么感觉。”女人心头一软，竟没法拒绝。转念想到晨晨从小没有爸爸，或许晨晨也和他一样，渴望着完整的陪伴。这时电话里又传来儿子的惊呼：“咦，巧了，我没爸爸，不过我留下是想尝尝他家好吃的。”黎月无奈扶额，真想给他一个脑瓜崩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满脑子还想着吃，一点不担心自己会出事。求求你了，妈妈，就这一次，拜托了，姨，就一天。两个孩子又异口同声的哀求。女人惊讶于他们的默契，更不忍心拒绝，叹息一声：“那说好就明天一天，晚上必须换回来。”得到答复，晨晨开心地挂了电话。黎月看着浴盆里的一小团，声音不自觉放软：“你叫轩轩，平时自己睡还是要有人陪？”轩轩摇摇头，小大人似的回答：“我从2岁起就自己睡了，不用人陪。”瞧瞧这差距，自家那小子打小就得他陪着讲故事才能入睡。熄灯从房间出来时，他想起给轩轩洗澡时的细节。晨晨性子欢脱，眼里藏不住的童真，轩轩却透着股少年老成的稳重。至于容貌相似，他只当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就像网上常看到的壮脸，不过是巧合罢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给轩轩做好早饭，想着要满足他的心愿。今天白天你说了算，想去哪我都陪你。轩轩的眼睛瞬间亮了，真的去哪都可以吗？当然，那我想去动物园，再去游乐场，好不好？得到黎月肯定的答复，他终于像个孩子似的欢呼起来，看得女孩有些心疼。看这模样，对方爸爸平时定是极少带他去这些地方。第一站到动物园，一路上轩轩眼里的光就没熄灭过。先前还寡言少语的他，路过每种小动物时，都会主动拉着黎月的手，细细讲他们的习性与爱好。从动物园出来，他们又去了游乐场。轩轩比晨晨胆子大，不少刺激项目都玩了个遍，最后还拉着女孩一遍遍玩旋转球。黎月实在扛不住眩晕感，扶着栏杆求饶：“轩轩，放过依依吧，再转下去我迟早得吐。”说着就忍不住干呕起来。小团子一边帮他拍背，一边连连答应。夕阳西下时，女孩虚弱地牵着轩轩走出游乐场，蹲下身与他平视：“今天玩得开心吗？”小团子点点头，又立刻摇摇头。黎月正疑惑，就见他眼圈泛红：“我知道你要送我回家了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可一想到以后见不到你就不开心。如果你是我妈妈就好了。”闻言，女人难受地揉揉他头顶，斟酌着开口：“要是以后还有机会，我再陪你玩好不好？”轩轩用力点头，眼里重新有了光。按照小团子给的地址，他们到了别墅区，走到大门口，黎月给晨晨打去电话，接通后嘱咐他，趁屋里人不注意赶紧开门出来，轩轩再进去，咱们神不知鬼不觉换回来。等小团子走进别墅时，还忍不住回头朝黎月挥了挥手。看着两个相似的面庞，女人心里又疼又涩。可就在这时，透过门缝，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朝门口走来，竟是齐思涵。女孩眉心猛地一跳，拉着刚跑出来的晨晨转身就走，心里暗骂自己真是蠢，世上哪有长得一模一样还这般有默契的孩子。看到齐思涵的瞬间，她终于明白，轩轩是她生下的另一个双胞胎儿子，可他们明明应该在京城，怎么会来新城？时隔5年，她万万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与另一个儿子重逢。原来那天她就吓得也是自己
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正出神时，晨晨蹦蹦跳跳地牵住他的手，开启了小话痨模式。妈妈，这真是场奇特的旅行。我和轩轩长得一样，他爸爸都没认出来，而且他有爸没妈，我有妈没爸，这不是巧了吗？对了，妈妈，你都不知道他爸爸多严厉，早上5点就得起床，9点上钢琴课，10点半英语课，中午就给2小时吃饭，下午2点还要上什么思维经营课。刚才他还让我背好长一段概论，我根本记不住。他说背不上来就不让吃饭，还好你及时把我们换回来，不然我晚上就得饿肚子了。女人听得心头火起，轩轩才5岁，正是贪玩的年纪，她却把孩子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，怪不得小年纪就透着古老气，全是被她逼的。低头看看身边一脸天真的晨晨，她突然有些气当初的自己，为什么没把2个孩子都带走，哪怕再难也能保住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可那时的她能力有限，只能养好1个孩子，把轩轩留在其家，至少能保他衣食无忧，这已是她当时能想到的最好办法。可一想到轩轩的处境，愧疚就忍不住涌上心头。一晃3个月过去，这天幼儿园发来通知，周5要举办亲子运动会，需要家长陪同。黎月特意提前把那天的时间空出来。周5当天，她和晨晨穿上亲子运动服，小家伙拍着胸脯说：妈妈，今天咱们必争第一。作为老母亲，女人自然全力以赴。第一个项目是默契向前跑，裁判正帮她和晨晨绑腿，转身的功夫，孩子竟不见了。他急得四处寻找，终于看到个熟悉的身影。他一把将小团子拉到后场区，板着脸教训：不是说要争第一吗？再乱跑，别说第一，倒数第一都轮不上你。小孩没反驳，反而抬起亮晶晶的眼睛点头：不乱跑，争第一。轮到他们上场，哨声一响，黎月抬腿就往终点冲。这场比赛他们配合得格外默契，一步没磕绊，顺利冲过终点，拿下第1名。可当黎月抱着儿子欢呼时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第2个项目是接力球，他们夹着小水球小心翼翼往前走，又是用时最短，再次获胜。小团子开心的蹦蹦跳跳，可女人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。她试探着叫了声轩轩，小家伙脆生生的应了声哎，话音刚落就反应过来，慌忙用手捂住嘴，眼里满是懊恼，显然是自己说漏了嘴。黎月扶了扶额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偏偏今天2个孩子穿的一模一样，才让他认错了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轩轩纠结了半天，才鼓起勇气说：我前不久刚转到这所幼儿园，今天参加运动会才发现我和晨晨在一个学校，刚才他看到我就问我要不要再互换一次，等运动会结束就换回来。我同意了，对不起依依。看着轩轩小心翼翼的模样，黎月的声音不自觉放软。那刚才玩得开心吗？轩轩眼里满是笑意，用力点头。女人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发，还是硬下心肠。运动会快结束了，带依依去你们班级的场地吧，该把你们换回来了。他知道这话会让小家伙难过，可他不得不说，要是让齐思涵发现身边的孩子不是轩轩，肯定会顺着线索查到他的身份。他只想带着晨晨过安稳日子，这所幼儿园显然是不能再待了。轩轩扬起小脸，眼里满是期待。那以后我能经常来找你们玩吗？看着他忐忑又渴望的眼神，拒绝的话到了嘴边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可他已经打算给晨晨转园，时间一长，迟早会被发现。长久的沉默里，轩轩眼里的光慢慢暗了下去，泪水渐渐蓄满眼眶。他偏过头，用手背擦掉眼泪，再转回来时，脸上竟挤出个微笑。那模样看得黎月心里一阵发紧。很快到了轩轩班级的区域，一眼望去，人群中最惹眼的就是齐思涵。月心头一震，印象里对方向来只专注于公司事务，他以为陪小孩来的会是保姆或阿姨，没想到他竟会亲自过来。晨晨正乖乖待在他身边，一点没有平时皮猴的样子。上次光顾着逃跑，这次黎月躲在人群里，远远看着齐思涵。他坐在那里依旧清冷金贵，那副绝世容貌让人忍不住心动，又不敢轻易靠近。现在想来，他真佩服当年的自己，竟能摘下京城这朵高岭之花。黎月朝远处的晨晨挥了挥手，小孩看到了他，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眼齐思涵，趁对方不注意，快步朝妈妈跑来。走近后，黎月抬手给了他个脑瓜崩。小孩吃痛捂着脑门抗议：妈妈，你干嘛呀？这小子真是越来越胆肥了。他把轩轩往齐思涵那边推了推，拉着晨晨转身就走。可这时，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轩轩，你乱跑又要去哪？齐思涵带着压迫感的声音飘进耳朵，惹得女孩心里冷笑。他还是这样，把孩子当成手下的员工，如此苛刻。孩子不是没有思想的木偶，他也有自己想做的事，可在齐思涵这里，却非要用大人的标准来要求他。轩轩小声解释：爸爸，我尿急，想出来上厕所，我保证不乱跑了。齐思涵却打断他：你这脾气到底随了谁？平时能安安稳稳坐在凳子上，今天倒像长了刺似的坐不住，是不是给你留的学业太少了？今晚回去把所有课程都抄2遍。闻言，黎月心头火起，对方莫不是见轩轩眉眼间有他的影子，便将当年对他的怨气全撒在了孩子身上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女声
声传来，找到轩轩了。陆嫣然的声音让女孩瞬间眯起眼睛，看来这几年她一直待在齐思涵身边，日子过得不错，地位更是水涨船高，竟能陪她来参加亲子运动会。陆嫣然看到轩轩泛红的眼睛，声音立刻放软，轩轩，别怪齐总，他一扭头没看到你，当时就急坏了，我们分开找了你好久，好在你没事，不然你让齐总怎么办？说完又转头劝齐思涵，齐总，轩轩只是个孩子，活泼好动是常事，你也消消气。三两句话就化解了一大一小的紧张，对方和以前一模一样，以前就惯会在他和齐思涵之间装绿茶，如今只是换了个对象，懒得理会他们。黎月拉着晨晨就继续往外走，可一道审视的目光突然落在他身上，你站住！闻言，黎月心里一紧，他叫的应该不是我吧？于是他脚步没停，继续往前走。穿粉色运动服的，说的就是你。黎月四下扫视了一圈，周围只有他穿着粉色运动服，顿时心下无语。他不过是隔着人群把孩子推过去，按理说齐思涵不该看到自己啊，为什么偏偏叫住了他？你转过身来。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黎月低声叮嘱晨晨，好好躲在自己身后，别露面后，便转过了身。今天太阳毒，出门时他特意戴了帽子和口罩，武装的严实，对方应该认不出他。于是黎月抬头直视男人，刻意压低嗓音道，请问叫住我有什么事吗？陆嫣然听到动静，把孩子交给身后的保姆后也走了过来。我刚才隔着人群看到轩轩是跑到你身边了。齐思涵眯起眼睛盯着黎月，你认识他？女人早料到他会质疑，镇定道，刚才那孩子跑太急，差点摔倒，我扶了他一把，刚要走就被您叫住了。要是不信可以看监控，或许是他的话足够坦诚，再加上这里是学校，不至于有拐卖孩子的事。男人听完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要走。陆嫣然却上前一步抬起下巴，你可知你扶的是齐氏集团继承人的孩子，算你运气好，齐总对孩子向来上心，这张支票你拿着，随便去哪家银行都能取1万，算是对你的感谢了。闻言黎月心里嗤笑，她还真把自己当齐家的女主人了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面上却不动声色推辞道，只是举手之劳，谁碰到都会帮一把，不用了。听此陆嫣然嗤笑一声，行，那你走吧。黎月正想拉着晨晨离开，怎料已经走远的齐思涵却突然折返，你的孩子在哪个班级？今年几岁了？女人心里警铃大作，现在转学还需要时间，绝不能说真话。她随口报了个班级，又谎报了晨晨的年龄。得到答案，齐思涵没再追问，可不知是不是黎月的错觉，竟发现对方眼中多了丝失望。陆嫣然看到愣在原地的男人，出声提醒，齐总，怎么了？他有问题吗？男人回过神，摇了摇头，依旧是那副高冷模样，而后转身离开。陆嫣然跟在他身后，离开时却特意回头朝黎月看了一眼，眼神里满是探究。回到家，黎月把儿子叫到身边，斟酌着开口，咱们可能得换个幼儿园了。晨晨小脸满是不解，为什么呀？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，轩轩也跟我一个学校，换了幼儿园我就不能天天见到他了。才短短几天，兄弟俩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这大概就是血缘的力量。小团子拉着女人的手哀求，妈妈，我不想和轩轩分开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们喜欢的东西都一样，玩得可投机了，我不想失去这个好朋友。看着儿子期待的眼神，黎月心里满是心疼，能碰到合拍的朋友他肯定很开心，现在拒绝他一定会难过，可他自己不敢赌，万一齐思涵发现晨晨和轩轩长得一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黎月歉意地摸了摸他的头，是妈妈工作的原因，咱们不得不换，但妈妈保证以后有空就带你回来见他好不好？没想到晨晨没再多纠缠，乖乖点了点头。于是黎月立刻着手准备转学资料，可万万没料到，就在他要带儿子去办手续的那天，晨晨不见了。他瞬间慌了神，脑子里闪过无数种可能，会不会是齐思涵发现了，把他带走了？可细想又觉得不对，要是真发现了，绝不会这么悄无声息。黎月急得团团转，去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，幼儿园、常去的游乐场、小区的秘密基地，都没看到晨晨的身影。最后他甚至去了齐思涵的别墅，看到门口慌乱的景象，才知道轩轩也不见了。正当他急得要报警时，突然看到2个一模一样的小家伙正在过马路，可转角处一辆大卡车正飞速朝他们冲来。黎月脑子一热，疯了似的冲过去，伸手拽住2个孩子，用力往怀里一带，抱着他们往前滚了一圈。卡车唰的从身边开过，带起的风刮得脸颊生疼，他脸色煞白的抱着2个吓得发抖的孩子，一颗心还在狂跳，幸好有惊无险。说为什么偷偷跑出来，确认他们没受伤。女人板起脸，声音里带着后怕的怒气，你们知不知道找不到你们，我们当家长的有多担心？马路上车这么多，刚才那车开得那么快，真出了事你们让我们怎么活？这次他们确实太过分了。许是知道自己错了，2个孩子后怕的哭了起来，一边抽泣一边说，我知道妈妈要带我转学了，你说以后会再回来见轩轩，可我怕再也见不到他了，就想带他好好玩一天，又怕你不同意，就用电话手表偷偷约他出来了。黎月真是又气又
晓，原来2个小家伙早就背着他交换了联系方式。此时2人正睁着大眼睛，忽闪忽闪的卖萌。妈妈，既然都出来了，你就带我们玩一天吧，玩完我就送轩轩回家，好不好？轩轩也小声哀求。姨，我真的很喜欢和你们待在一起，听说你们要走，我昨晚哭了好久，就玩这一天好不好？黎月沉默了，他能拒绝晨晨，可怀着对轩轩的愧疚，他实在说不出不行2字。那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，就说出来迷路了，被一个阿姨碰到，晚些时候送你回去，省得他担心。虽然齐思涵对轩轩严厉，但那份担心应该是真的。轩轩听话的拨通电话，男人带着怒气的声音立刻传来：长出息了，偷跑出去还迷路，既然这样就别回来了。紧接着，陆嫣然无奈的声音传来：轩轩，你爸爸说的是气话，知道你不见了，他推了重要的会议赶回来找你，听说你跟陌生人待在一起，他肯定不放心，万一那人是坏人怎么办？听话，告诉姨姨你在哪，我们去接你。轩轩求助的看向黎月，女人只好无奈的压低声音，对着电话说：陆小姐，我是上次幼儿园亲子运动会见过的人，轩轩跟我儿子玩得很开心，等会儿我就送他回去，您放心。陆嫣然却不依不饶，万一你是故意引诱轩轩出去的呢？赶紧把他送回来，不然我们就报警了。这时齐思涵清冷的声音再次传来：晚上送回来。说完便直接挂断了电话，2个孩子瞬间欢呼起来，女人也忍不住笑了。罢了，既然无法弥补轩轩缺失的母爱，走之前就再好好陪他一天吧。他带着2个小家伙去了游乐场，又陪他们玩了轩轩心心念念的抓娃娃机，直到他们怀里再也抱不下玩偶，黎月才找了个袋子帮他们装起来。最后等几人又累又饿，他才带着儿子们去了饭馆。晨晨从小吃不了辣，因此女人每次做饭都要做2份，一份辣的他吃，一份不辣的给儿子。他不知道轩轩的口味，便将辣的和不辣的都点了一份，没想到轩轩竟然随他，爱吃辣，吃饱喝足。黎月将轩轩送到别墅门口，小团子却舍不得进去，拉着他的手撒娇：姨，你送我到家门口好不好？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，黎月心头一软，牵着他的手走到别墅门口，不料竟看到齐思涵和陆嫣然站在门口，他脚步瞬间顿住，而齐思涵看着轩轩低声道：出去玩了一天，回屋把该补的作业都补上，眼看没自己什么事。黎月压低声音说：孩子平安送回来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可男人的目光却突然落在他身上，那眼神让他有些不安，只想赶紧离开。可刚转身，陆嫣然的冷笑声就传来：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轩轩面前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黎月无奈解释：只是巧合，说了你也不会信，但我可以保证，以后会离你们远远的，不会再有下次。听到这话，轩轩眼里的光瞬间熄灭，那模样看得黎月心间抽痛，可他别无选择，只有远离，他和晨晨才能不被发现。哼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陆嫣然上前一步，语气里满是挑衅：上次见面我就看你不安分，怕是想借着轩轩一步步接近齐总吧？像你这种上赶着往上贴的女人，我见多了。他浑身的敌意让黎月瞬间想起当年待在齐思涵身边的日子，只要他身边出现别的异性，陆嫣然总会这样敌视，用尽手段打压。黎月无意与他争辩，你爱信不信，我走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齐思涵突然开口，对保镖道：把他按住。2个保镖立刻上前，死死按住黎月的胳膊。女人用力挣扎，怒视着他：哪条法律规定不能戴口罩？我说了，无意接近你们，那2次都是意外，让他们放开。陆嫣然却笑着走过来，伸手就要摘他的口罩，嘴里还满是嘲讽：只有见不得人的老鼠才怕露面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是谁，不许碰我妈妈。晨晨突然从后面冲过来，小小的身躯用力推开按住黎月的保镖，又对着陆嫣然使用组合拳：你们都是坏人，不许欺负我妈妈。说完，张开小手挡在黎月身前。陆嫣然和保镖看清晨晨的模样，都惊呆了，下意识地喊出：小少爷。听到动静的齐思涵转身，看到晨晨的瞬间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眼里满是难以置信。轩轩也使劲从保姆手里挣脱，冲到黎月身边，和晨晨一起挡在他前面：你们谁也不许伤害他，伤害他们就是伤害我。2个一模一样的小人护在女孩身前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没人明白为什么会有2个小少爷，就连陆嫣然也愣在原地。而黎月清楚地看到，齐思涵失态地踉跄了一下，很明显，聪明如他哪会猜不到怎么回事。黎月叹息一声，伸手摘下口罩：是你。陆嫣然的惊呼声响起，男人则快步走到他面前，颤抖着伸出手，似乎想摸黎月的脸，可看到他冰冷的眼神时，又慢慢收回手，但他的目光始终眷恋地落在黎月脸上。月，我找你找得好苦。只一句话就让2个孩子疑惑的左看右看，最后还是晨晨忍不住问：你跟我妈妈认识吗？齐思涵蹲下身，颤抖着双手从晨晨的头顶摸到脸颊，声音发颤：你是我的孩子，你的眉眼跟我真像。黎月冷哼一声：现在见也见了，我们该走了。说完拉着晨晨就要离开，可一排排保镖立刻拦在我面前。黎月立马扭头看向男人：你什么意思？他一改往日的清冷，声音温柔的近乎哀求：逃了5年，既然碰面了，你还要走吗？黎月知道以他一人之力，今天很难带着晨晨
全离开，索性回头笑道：“都被你发现了，还逃什么？只是我们的东西都在之前的房子里，我得带儿子回去收拾行李。”可齐思涵能把集团带上市，怎么会这么好骗？他笑着摇头：“月月，我没那么傻，好不容易找到你，要是让你走了，我再去哪找你？”陆嫣然立刻说：“我跟着他一起回去吧，有我盯着，他和孩子肯定跑不了。”男人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。黎月心里也松了口气，当年是陆嫣然放他走的，这次应该也没问题。就在我们转身要走时，轩轩突然从后面拉住我的衣角，小声说：“我也要去。”黎月低头看着他，安抚道：“乖，听话，等我们收拾完行李就回来接你。”谁知他固执的摇头：“不，我就要跟着你。”无奈之下，黎月看向齐思涵：“我们回去收拾行李，带着轩轩不方便，您还是把他带回去吧。”可他却把轩轩往女人身边推了推，让他跟着吧。闻言，黎月只好作罢，想着大不了到时候让陆嫣然把他送回来。路上，两个孩子围在他身边，叽叽喳喳的问个不停，都想知道他和齐思涵的关系。女人闭上眼睛，假装没听见，她根本不想回到齐思涵身边。现在承认身份，对两个孩子的伤害只会更大。他们见我不说话，又把问题抛给了陆嫣然。陆嫣然沉默了几秒，突然开口，语气里满是怨怼：“你为什么要回来？当年我放你离开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你知不知道，我马上就能走进他心里了？”没等我开口，轩轩就瞪大了眼睛问：“陆嫣然阿姨，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陆嫣然却突然对着他呵斥：“你一个小孽种，有什么资格叫我的名字？”他的眼神变得狰狞：“我早就受够你了，既然你们母子团聚，今天就都嘎在这里吧。”闻言，黎月心里一惊，立刻想控制住对方的方向盘。两个孩子还在车里，他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。可陆嫣然像是早有准备，从座位底下掏出一块豆腐，狠狠砸在黎月的头上。女人顿时眼前一黑，倒在后座上。两个孩子哭着扑过来，用小手捂着黎月冒血的伤口。“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样？”女人吃力地看着陆嫣然，声音微弱：“你疯了吗？就算你看不惯我，可这两个孩子也是齐思涵的，你就不怕他怪罪你？”陆嫣然却狰狞地笑起来：“他们也配当阿涵的孩子？当年你生产时，我就想把他们弄嘎，可没找到机会下手。现在机会来了，只要把你们都除掉，我趁他伤心时陪在他身边，嫁入齐家就指日可待。”说着，他把车停在悬崖边，推开车门，在后面一点点把车往悬崖下推。两个孩子再小，也知道陆嫣然是想干什么，尤其是轩轩小脸惨白，他大概永远不会想到，平时对他笑容可亲的陆阿姨，竟会是个恶魔。黎月吃力地搂过两个孩子，一边安抚他们，一边用脚拼命踹车门，想为他们争取一条生路。就在车子离悬崖越来越近时，远处传来汽车的轰鸣声：“陆嫣然，你竟敢伤我的女人和儿子！”齐思涵的声音带着怒气从车后传来。陆嫣然见事情败露，转身就要跑，可四周围上来的帽子叔叔早已断了他的退路。黎月因失血过多晕了过去，失去意识前，最后看到的是齐思涵惊慌失措的脸。再次睁眼，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左右两边的小床上的躺着一个孩子。看着他们熟睡的脸庞，黎月心里满是柔软，只要他们没事就好。这时，病房门被推开，齐思涵走了进来，手里端着保温桶。医生说你只是轻微脑震荡，最近多休息，儿子们交给我，你放心。黎月看着他，记忆突然回到了从前，他是他资助的贫困生，对方把他从农村接到城里，给了他优渥的生活和最好的学习环境。为了报答对方，黎月拼命学习，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齐氏集团急需的设计专业。朝夕相处中，他对齐思涵产生了不一样的感情，可悬殊的身份差距让他不敢表白，是对方先找的他。那天齐思涵红着脸颤抖着吻了他，那一晚他们在一起了。转天黎月就被他带回了齐家别墅，可态度却变得若即若离，甚至容忍陆嫣然对他的欺辱。黎月想去找他问清楚，对方却避而不见。直到后来她怀孕了，她以为有了孩子一切会不一样，可现实却给了她沉重一击。齐思涵让她待在别墅，不许她出去。巨大打击下，她早产了，是陆嫣然偷偷将她放了出去，并警告她不准再回来。她按照对方给的路线逃走了，大娃快递给了齐思涵，自己则带着另一个跑路了。当年你既然讨厌我，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？黎月看着齐思涵，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5年的话：你明明知道那段时间我过得有多难，陆嫣然欺负我，佣人嘲笑我，这些我都能忍，可你为什么要把我关在1000平的别墅里，对我不闻不问？既然如此，你现在又为什么要找我？黎月的质问让男人脸色逐渐苍白，他慌乱解释：是陆嫣然骗我的，他说你接近我是为了齐家的钱，不是真心爱我。他还给了我一份录音，里面全是你预谋把我夺家产的话。我很生气，却又放不下对你的感情，只想偏执地将你留在身边，可你还是走了，彻底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。我找了你5年都没有你的消息，我甚至想，就算你真的图齐家的钱，只要你能回来，我也认了。齐家的家产本就该有你一份。他顿了顿，眼眶泛红。陆嫣然说要送你们回去，我让他开了我的车，车里装了录音仪，连接着我的手机，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，差一点我就失去你们了。月月，咱们一家以后好好过。
过日子，好不好？黎月掐了掐两个孩子的脸蛋，轻声说：不好，我对你的爱早在5年前就磨没了，现在我只想和儿子好好生活。话音刚落，两个孩子揉着眼睛醒了过来，看到黎月，立刻兴奋地扑进她怀里，异口同声地喊妈妈。女人笑着应着，心里满是暖意。轩轩红着眼睛拉着她的手，妈妈，你要走吗？黎月沉默着点头，她又拉了拉女人的手，鼓起勇气看向齐思涵，爸爸，我想跟妈妈待一段时间，可以吗？齐思涵愣了愣，竟一口答应，好，你去吧。说完，他看向我，声音带着哀求，那我能跟你们一起走吗？见黎月摇了摇头，男人身形晃了晃，眼里满是失落。出院后，黎月陪轩轩回其家别墅收拾行李，然后带着2个孩子回了他们的小家。每天家里都充满了欢声笑语，2个小家伙你追我赶，偶尔会为了玩具吵架，可转眼又能和好如初。齐思涵每周都会来家里坐一会儿，有时会带孩子们爱吃的零食，有时会陪他们玩游戏。黎月没有反对，他是孩子们的爸爸，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亲的陪伴。后来我从电视上看到了陆嫣然的消息，她因蓄意谋嘎被判了蹲50年篱笆，而黎月因为有2个孩子在身边，日子过得充实又幸福，可也有头疼的时候，就像现在。妈妈，这个奥特曼是我先发现的，该我玩。晨晨举着玩具不肯松手，轩轩也不甘示弱，不对，妈妈说过好东西要分享，我们一起玩。类似的争执每天都会上演，黎月索性装作没听见，孩子们的问题还是他们自己解决比较好。听着屋里此起彼伏的笑声和争执声，黎月嘴角忍不住上扬，这样鸡飞狗跳的日子真好。